年少时为救魏寻，我跛了一条腿，京中人皆在背后戏称我为瘸姑娘。魏寻与我定下亲事，却迟迟不曾娶我。第5年冬，我撞见他和旁人在楼阁上看雪，提及我，他语气漠然。一个瘸子有什么娶不娶的？我平静地烧掉婚书，一个人去了魏家退婚。出京那天，日光晴好，魏寻来追我，劝我莫要与他置气，错失魏家高枝。我摇头，扬鞭挥在马后。你见我如井中蛙观天上月，魏家门第，我从来都不稀罕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定亲的第5年冬，寒风入帘，将舟中炉火吹得更旺。风雪凛冽，魏寻在湖边的楼阁上赏雪。我撑伞寻过去，魏兄定亲5年，何时当回新郎？风吹起帘子一角，我看见魏寻蹙着眉，神色倦怠。他很轻地笑了一声，语气极为不屑。一个瘸子有什么娶不娶的？我纤连的手顿在了半空，细碎的飞雪吹进眼里，有些刺痛，我缓慢地眨了一下。他的友人笑道：全京城都知乔姑娘为了救你瘸了一条腿，你可莫要负她。酒樽丢回岸上，拖出一小块痕迹。魏寻淡淡地睨了一眼那人，语气冰冷。先是如此巧合救下我，再将此事传得满城风雨，拿名声逼我娶她。他算计来这桩婚事，不过是为了攀附。心机深沉，满眼算计，我很难不憎他。众人惊愕，纷纷追问他，难道婚事就此作罢？魏寻的声音冷漠：一个挟恩以报的瘸子，娶便娶了，值得我付出什么真心？我立在帘外，正愣了许久，伞坠落在脚边，不知不觉，风雪沾了满肩。我和他的婚事，在他眼里，竟是我算计来的。15岁以前，我在楚地长大，我娘是乡野医女，在父亲微末之时嫁了他。后来我爹乔离中举，他在京中另娶小官之女为妻，写信引我娘入府，可我娘至死也不愿为妾。很多个夜里，他抚摸我的额发，眼泪大滴落下。我及笄那年，娘病重了，药材很贵，我们买不起。我寻到乔府，求他们救救我娘。主母柳氏让我磕100个响头，才愿施舍。再回去时，娘已经登进油窟。病榻前，她用枯瘦的指尖描摹我额头的青紫，不停呕血。娘，对不起你。我被乔府派来的人强行拽上马车，帘子放下，最后一眼，娘苍白的手无力落下，再也不动了。乔离抛妻另娶，到底是污点，所以他只将我认成来府上记住的表姑娘。京城的贵女和嫡妹交好，纷纷变着法子排挤搓磨我。我不通音律，他们便强迫我当众抚琴。在他们刺耳的哄笑声中，我手足无措，将头低了又低。主母眼中带着讥讽，到底是乡下来的远亲，来府上打秋风的。诸位见笑。宴席结束，主母和嫡妹端坐在马车中，满眼讽刺。今夜府内车马不足，委屈你等上一阵了。那晚我等了许久，直到更深雪重，根本就不存在来接我的车马。我一脚深一脚浅，冒着大雪下山，恰好救下负伤的魏寻。我拖着他躲过追杀，腿却摔折了，落下跛疾。我从未想过魏寻竟疑心至此，连我救他都觉得是一场算计。魏家权倾朝野，他只要简单一查，便知我是如何被主母遗弃在大雪里。可他却连查也不愿。我顿时明白，这么多年，他已认定我是个满心算计、心机深沉的姑娘。他并不在意我究竟是怎样的人，所以他不会知道，其实我对他从来都是真心。脚边那把伞被朔风卷起。当初我被接回乔府，主母和继妹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百般搓磨，日日残羹冷饭，衣裳单薄破烂。我也曾找机会向我的亲生父亲告状，但乔离就这么青山落拓，隔着远远的桌案，一眼也未看我。乔知人的欲望不能太大，若不是乔府接回你，你早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。我一愣，炉烟袅袅，他的神色有些淡。还有，不许再提你娘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住寒冷和饥饿，饿得与狗争食时，被乔渊带人当场撞破。
那天大雨滂沱，他将我的脸踩进狗盆。树姐，你怎么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？秀鞋往下，一寸寸践踏我的脊骨。我恨得不断挣扎，却被他死死踩在脚底。妈，把我鞋上的泥舔干净，我就给你吃的。他用鞋尖挑起我的下巴，眼里的怨毒让人惊心。我将头一点点凑过去，他仍在笑。要是你死了的娘看见你这副样子，恐怕在下面也是难安。我张开嘴，死死咬住他的脚，咬到牙齿发酸，咬到唇齿间尝到了血腥气。乔渊惨叫，仆妇纷纷上前对我动起手来。就在此刻，不知从哪飞出的石子砸在他们身上，众人头破血流，哀哀叫唤，惊恐地扶着乔渊落荒而逃。瓢泼大雨里，一把伞撑在我头顶，来人是个清俊高挑的少年。我努力抬头，伞将他的脸挡了大半，我只看见他如玉的下颌和腰间那枚刻了魏字的玉佩。那时我活得很艰难，父亲接我回府，不过看我有几分好相貌，待价而沽罢了。那次之后，他对我反倒关注了几分。主母和嫡妹收敛许多，只是眼角眉梢到底溢出几分暗恨。这些年，我对魏寻，从那把伞开始，一直都是真心。如今就是这柄伞，被凛冽寒风刮起，在天地间回旋，终是浸没在湖中。几日前，魏寻来府上见我，我来的不巧，撞见乔渊为他侦查。表姐比我聪明许多，运气也是极好。当日父亲要把她嫁给武寻的钟永侯做继室，她倒乖觉，那夜说什么也要留在山寺，没成想真被他撞了好运，自此缠上了公子。如今5年过去，她可是日夜盼着嫁入魏府。那时魏寻是如何说的，我记得清楚。日光偏了2分，照在他捏紧茶盏的手上，他的声音透过绿纱窗。我若是真想娶她，便不会平白拖了5年。那天我推说身体不适，没再见他。5年间为他亲手做的羹汤、绣的物件、调制的香，仿佛都成了笑话。午夜梦回，我总梦到当年我娘缠绵病榻，吐出的血沾湿绣帕。他一声声唤我，声音凄厉，都是娘识人不清，我若为妾，你便为庶出，终生都会下贱的被人踩在脚底。转瞬之间，又梦见大雨之中魏寻抬伞，厌恶地朝我皱眉。梦醒后，冷汗浸湿了后背，我终于脑中一片清明。魏寻，我不嫁你了。思绪回笼，我挺直了背，掀开帘子走进去。楼阁之上寒风呼啸，卷起我的面纱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噤声了。魏寻绷直了下颌，他抬眼，视线与我相撞，眼中有一丝狼狈。雪花在睫毛上融化，浸湿了眼底。来此之前，我已将我们的婚书收在袖中，凝视着那张清俊的脸。我平静地行礼。魏公子，这3个字出口，气氛有种微妙的紧张。其余人皆神色不明地打量我和他。我上前了一步，平静开口：我今日前来，是有一事相告。我们2人的婚约就此作罢吧。他握住酒樽的手用力到发白，却仍云淡风轻地掀起眼皮打量我。众人纷纷不敢出声。魏寻垂眸望着杯中酒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为何？我疏远地笑了，将那日的话如数奉还。魏公子若是真想娶我，便不会平白拖了5年。我虽为女子，却也有几分胸襟，若是公子早些告知于我，定不会平白多等5年。他脸色发白，错愕地起身。乔之，我微笑不改，从袖中掏出那纸婚书，凑上一旁的烛台上烧了。魏寻上前走了2步，又浑身僵住。他波澜不惊的神情一寸寸裂开，死死盯着我，眼尾猩红。灰烬落地，一室安静无声。我后退一步，对着众人微笑。今日便请大家做个见证，往后我和魏公子再无瓜葛。当众烧掉婚书后，我转身冲进雪中，一个人去了魏家退婚。那日席间发生的事迅速流传开来。这些年我在这里并未有什么牵挂。15岁来乔府时，我带着我娘死前最后塞给我的珠钗和她亲笔写下的遗书，我将它们保护得很好，连同攒下的银钱悉数收好。
正要去雇马时，却被乔渊堵在了院子里。他踹在我的瘸腿上，将我踢倒在地，抢过包袱。怎么，你也觉得自己丢人要走啊？我站起身来，又被他一脚踹倒。你要走可以，但我觉得你手脚不干净，偷了乔府的东西。他将包袱扯开，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。珠钗掉落在地，我伸手去捡，他已经一脚将珠花踏碎。我连忙将破碎的珠钗握在掌心护着，呲啦几声响，那本医书被他撕得粉碎，碎片如雪花从我头顶落下。娘留给我的2样东西全被他毁了。乔渊嗤笑道：一个连自己都治不好的瘸子，还学人家看医书，跟你娘一样没用。我气红了眼，一时难以自持，狠狠撞在他肚子上，顺势单手掐住他的脖子。这一刻，我是真的想掐死他。身后的雪地里突然响起了脚步声，有人拽住我的胳膊，力气大到我感觉自己几乎被掰断。他将我从乔渊身上拽起来，我回头，魏巡披着玄色大氅，冷风裹挟积雪隔绝在我们之间。乔渊低声地哭起来，两腮的泪花悬而不落，哭得漂亮极了。魏公子莫要怪表姐，这原本就是我的不对。先挑事的人摆出了完美的受伤姿态。魏巡蹙眉看着我，满脸不悦。不过是一根珠钗和一本医书，你至于闹成这般吗？我的心口猛然被揪住，眼前一时昏黑。听到这句话，竟惨然笑了。不过是……我们已经退亲，阁下好像并没有来管教我的资格。定亲的第3年，魏巡身患重疾，久病不愈。我曾以血入药，只为替他熬一碗药膳，他却嫌恶心，当着我的面将那碗药倒在地上。见我瞬间苍白的脸，魏巡嫌我小家子气。不过是一碗药，倒便倒了，你为何这副样子？那时我也曾把不过是这3个字咀嚼很久。曾经我真的以为魏巡会娶我，但失望原是一点点攒够的。我掌心用力攥紧珠钗，破碎的珠花戳得人发疼。他似乎被我泛红的眼眶惊住，一时没有再出声。我低头将包袱收拾好，头也不回地与这2人擦肩而过。血沿着破碎的珠钗一滴滴落在雪地里，像是凋落的红梅花。我的那条腿在如何养护，走起路来还是微微跛的。每次于闹市行走，定有小儿跟在身后模仿我的走路步态，引得众人大笑不止。初时魏巡会为我喝止，后来他嫌少与我同行。我明白，他是嫌我丢了他的颜面。但今日往后，天高任鸟飞，京城只会被我抛在脑后。我足虽跛，却仍可去观更广阔的山海。魏巡将自己关在房里，他不明白自己去乔府，明明心里还是盼着乔芝回心转意的，但事情好像变得更糟了。乔芝离开时，他看着皑皑白雪上的那几滴血迹，心口竟泛起了细密的疼。可那又如何？魏家公子必须要维持自尊和骄傲。乔芝只是对他闹了脾气，过不到2天，他定会回来求着他。过去的那5年，他是这样喜欢他，怎可能一夕之间就会改变？魏巡不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事。乔芝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女，他也只能依靠他。想到这里，魏巡安心躺了下来。他这些年头痛的厉害，乔芝为他做了许多小物件，里面满满当当塞了安神草药，闻起来淡淡的香，能助他安眠。他拿起他做的抹额，昏暗的烛光落在上面，许是有些时日了，布料边缘微微泛旧，连带着香味也淡了许多。魏巡感觉自己的头又疼起来，他揉了揉眉心，起身去炉子里添香。掀开盖子，乔芝亲手制的那香也所剩无几了。他犹如困兽，烦闷地在屋子里打转。当日失言，竟为乔芝亲耳所听。魏巡顿觉自己太不是个君子，但被他当众烧掉婚书，实在心里又气又不甘。那年雪如碎玉，乔芝拖着自己，呼出的热气瞬间在空中变成了烟，不知是汗水还是雪水打湿了他的鬓发。他往日雪白的脸冻得通红，很难不让人起了怜惜之心。乔芝咬着牙，一声不吭，将他拖到山洞里去，又仔细清除足迹，免得被匪徒追杀。魏巡从没想过，
那时他的腿受伤了。他也听过乔治在宴席上屡次出丑，心中想着来日他若成了自己的妻子，一定要好好待他，教他，让他不再被人嘲笑。可何时这些都变了呢？越想越烦闷。魏巡坐了下来，提笔抄书，只为让自己静心。门敲了2下，有小厮在门外唤他：“公子，乔姑娘雇了马，应当是要离开京城。”落笔歪了一道，在纸上拖出长长的痕迹。魏巡心慌得厉害，半晌都发不出声音。屋外的小厮又叫了一声：“公子。”魏巡轻轻嗯了一声，将笔丢到一边。许久后，屋里的蜡烛熄灭，陷入了长久的安静。魏巡在帐中难以入眠，他的心仿佛也被烛火燎了一下。淡淡的天光透过青色的帘幔时，魏巡还是没想明白。他本能地反问自己，若是乔治就这样一去不返呢？他辗转反侧地去想这种可能，终是被自己的心慌屈服。既然如此，那他明日还是给他一个台阶下吧。闹脾气的话，哄一哄，应当会好吧。那一晚，只有魏巡自己知道，他一夜都没有合眼。我出京那日，大雪初霁，日光晴好，像是陈科的人大病初愈。之前和娘在楚地，为了讨生活，我曾骑过马，如今轻微跛了一条腿，倒也无碍。只是没想到魏巡竟然追了上来。他眼下青黑，看起来有些憔悴，看着我骑在马上的样子，竟一时没有回神。阿芝，退婚之事，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，你莫要再和我置气了。听到这话，我毫不掩饰，眼里流出一点不屑。你见我如井中蛙观天上月。他脸色惨白地从马上跃下来，往前走得更近。退了这婚，今后谁还愿娶你？你若为魏家主母，以魏家权势，日后定然无人敢欺你笑你。我摇头，不想再和他多说。魏家门第，我从来都不稀罕。我扬鞭挥在马后，将他远远抛在身后。在渡口乘船时，我一想到日后乔魏两家难免要找我，索性不再去往楚地，坐上了去北燕的船只。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快入燕地。沿岸的渭水宛若丝缎，粼粼水波，漾着淡淡的绿。我坐在船头，禁不住探身去舀，兴致勃勃念了一句：江水如缎，我直瓢取。船身颠簸了一下，有人从身后迅速抓住我的手臂，低笑道：一个大浪，连喝带喜。我转头看去，撞进了一双剔透的眼眸。身后青年节浓而纤长，那只抓住我的手筋骨有力又漂亮，乌发被风吹乱了几缕。他很快松开我，笑脸盈盈：失礼了。那日船上和青年不过惊鸿一瞥。入燕地后，我在城中另了一处院子做医馆，为许多女子治了难以启齿的隐疾，名气渐渐大起来。常有妇人结伴来帮我做些杂事。转眼半年，日子过得愈发充实自洽。此地处于边塞，偶有北敌来犯，有镇远将军驻守，百姓倒也安乐。直到那夜，冷雨敲窗，隔壁院子来了几个脏兮兮的军汉，求我救人。我慌忙过去，榻上躺着一个男人，袍角被雨水浸湿，混着暗红血迹，衬得失血过多的脸颊极为苍白。看见我，他艰难地笑了一下：是你。我怔住，这人正是和我一面之缘的船上青年。顾不得多说，我掀开他的袍子。他的右腿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血肉模糊，深可见骨。身后小兵已然哽咽，若不是为救我，魏副将的腿也不会这般。来燕地半载，我曾听过这个名号。百姓都说镇远将军麾下的魏小副将是天生的骁勇良将，19岁时杀入主帐，直取敌将人头。后来又助镇远将军击退3万外敌，敌人溃败千里，不敢再犯。他们更可怜魏兆业的身世，据说他出身极为卑贱，是镇远将军从奴隶堆里救下来的。当时遍体鳞伤，没了大半条命，却还是跟狼崽子似的，死死咬住将军的衣角不松。我低头查看了片刻，直直看向魏兆业：我能治好你的腿，但是要先断骨复位。军汉恼了，顿时将我一推：
你这小医女自己的腿都治不明白，竟敢在这信口雌黄。他转而怒喝：谁请的他来？打出去，找个年长的男郎中来。我摔在地上，其他人将要上前。魏兆业哑着嗓子，强撑着喊道：住手，别打他。他歪歪斜斜探过来，一只手要扶我。我站起身，认真地看向他毫无血色的脸。你的腿，我有8分把握能治好，你信我吗？他没有犹豫，斩钉截铁地回答：我信。我松下了呼吸，几乎无法控制的手指颤抖，多年郁气吐出胸口。无数个天刚亮的清晨，我饿着肚子跟娘出门采药，山路崎岖，双脚走得满是血泡，娘会一边拿针为我挑，一边流泪。为了省点灯油钱，顶着寒风在敷户的灯笼下看医书，冻得人几乎没了知觉。没钱买笔墨练字，就用树枝在沙地上练，写得不好还要被娘打肿手心。没有病人就拿自己练手，哪怕银针将手扎得满是血洞。13岁时，我娘生病，为了钱，我一个人去外行医，却被人发现是女孩撵了出来。那夜大雨，我没钱住宿，为了自保，在官衙的屋檐下蜷缩着睡了一夜，言语声声，我哭着恨自己不是个男孩。我讨厌行医时有人见我是女子，便轻视于我。平生第一次，有人斩钉截铁地信我，而我们不过一面之缘。于是我坚定地对他拜了下去，定不负小将军所望。不知是否错觉，榻上那人好似微不可察地弯了一下唇。对我来说，魏兆业是个麻烦，最好的做法无非是明哲保身，从这场意外中巧妙地抽身而去。但我还是决定救他。帘外雨打梧桐，令我想起刚入燕地的第3天，也是个雨天。长街上有纨绔脚下一滑，踢翻了卖炭老翁的炭筐，炭滚落一地，弄脏了纨绔的靴子。纨绔怒极，踢向老翁的膝盖，逼迫他跪下磕头。笑脸盈盈的青年牵马而过，捡起地上的石子，将纨绔打得头破血流。他扶起老翁，雨水打湿100，眉眼却笑得肆意。人怎么能跪畜生呢？我将这一幕看在眼底。是啊，人怎么能跪畜生呢？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我想，一个正直仗义的青年，不该落得跛足的下场。我的腿永远都好不了，但魏兆业的腿，我一定要医好。魏兆业很能忍痛，他竟不服麻沸散，让我生生接好了他的腿骨。伤口缝合后几天，他又发起了高热。我替他擦去满头的汗，将药一碗碗灌下去。他热得扯开衣裳，我便看见他身上许多旧伤，胸口一道刀伤，离心脏只有2寸，伤痕泛白，依旧能感受出当时凶险。我不由愣神，仔细将被角替他掖好。魏兆业在我的照料下日渐好转，只是他在隔壁养伤的这段时日，着实令我有些头疼。因着腿伤，他行动不便，身边也没什么人看顾。到饭点时，就架着一条腿，端着碗，可怜巴巴看我。你得管我吃饭。我不解地蹙眉，头也不抬，忙着写药方。我并非厨娘。他平静地从怀里掏出一锭很有分量的银子，银子放在桌上，声音很响亮。我沉默片刻，扬唇微笑。小将军想吃什么？魏兆业笑了，很满意我的识相。平日我在前院看诊，他就在身后支了张躺椅盯梢。他还经常跳着一只脚，将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再去把后院晾晒的草药翻一翻个。偶尔几个军汉得了闲暇来瞧他，众人聊起军营里的一些事，纷纷痛快大笑。我见魏兆业端着酒樽，眼睫垂下，到底是有些落寞。于是次日给他腿上换药时，忍不住开口劝道：你难道不曾听过吗？风雪压我2、3年。他促狭地将脚轻轻晃了晃，加在一起是5年。我被噎了一下，想到初见时这人接话，可见是个不通文墨的，于是放下手上的东西，起身要走。他哎呦一声，假装压到了腿，扯住我的袖子不放。巧小医女，行行好吧，我腿疼。话一出口，我不由好笑。别装了。转眼却看见他耳根烧得通红，手心突然被塞入一个罗甸镶嵌匣盒，做工极好。他用眼神鼓励我打开。
里面是一枚白玉嵌珠翠玉簪，这样好的成色，胜过了5年来乔渊戴在头上的所有钗环。我一时百感交集，将匣和递还给他。先前我有过一次婚约，等过别人5年，后来我见对方嫌我，便退了婚。魏兆业倚在榻边，日光晴朗，梅雨也一派晴朗。他微微笑着，一点都不惊讶的模样。那又如何呢？我一时愣住。他将簪子塞回我掌心。旁人怎么说，那是他们的事。你从未放弃行医，就过的百姓都不曾看低你，谁都知道乔芝是燕地最好的小医女。不过退过婚而已，算得了什么？但求一个问心无愧，行止光正。我眼睛有些发涩，这倒不像你说出来的话。魏兆业狐狸似的歪了歪脑袋，笑得狡黠。那我该说的话是什么？他抬手对着虚空指过去，横眉骂道：来人啊，把那脑袋被驴踢了，寡廉鲜耻，鱼目混珠，不识阿之好的混蛋押上来，本妇将要打烂他的脑袋。我被他逗笑了，他的眼眸也随之弯成了月亮。多笑一笑，好不好？掌心的簪子有些发烫。这个人明明是尸山血海里杀出的煞星，在我跟前却像收鞘的利剑。为什么从未让我感觉到他的危险？他就像一团火，将我烤得微微出汗。乔芝走了半年，魏巡觉得自己仿佛活在了一潭死水里。没有人会在他酒醉后将亲手熬的粥送到府上，也没有人明明腿脚不便，却爬上3000台阶，只为求他平安。更没有人会因他一句头疼，将眼熬红了去绣一条魔。他昔日的好友在宴席间纷纷庆贺，恭喜魏兄终于摆脱了一桩麻烦。原来在旁人眼里，他竟是自己的麻烦吗？听到这句的时候，他顿时晃了神，连杯中酒洒了都没有发觉。他可悲地发现，这些明明是乔芝一厢情愿的事，在他走后，他却开始想念。他又想起那天乔芝临走前一副不欠他什么的神情。是啊，乔芝，你不欠我。年少时那场大雨里，他撑着那柄伞，将一身泥泞的乔芝遮在伞下。他仰头，很明亮清澈的一双眼，即使狼狈，也能看得出是个漂亮的姑娘。他家主母是个有手段的，将内宅捂得严实，否则定会被御史参上一本。魏巡觉得乔芝可怜，敲打了乔里几句，好让他的日子不那么难。之后的那个雪夜，他如山中神女般出现，将遇袭的他救下。救命之恩，偿还一伞之恩，是他赚了。可当时他是如何想的？只因旁人挑唆，说他从小跟母亲学医，如何好端端会瘸腿。他信了，他是故意拿婚事赖上他。可乔芝决绝离去后，魏巡才发现他一点都不了解他。能将他从追杀中救下来的姑娘，本就有着一腔孤勇。他从未了解过她，却早已下了判定，连打翻的那碗药中有他的血都不知道。在他不知情的时候，已然狠狠践踏了乔芝的真心。他将那条抹额拿过来，细细嗅着上面的味道，哪里还有什么气味？魏巡头痛欲裂，只着单衣推开房门，贴身小厮诚惶诚恐地上前。他听见自己哑着嗓子问：楚地那边怎么样？找到他了吗？小厮摇了摇头，咱们的人都快把楚地翻了个遍，都没有找到乔姑娘。月光照在魏巡惨白的脸上，蜡炬成灰，像那日婚书的灰烬。他缓缓看着熄灭的蜡烛，轻轻看了很久。他还好吗？应该会很好吧。可是他突然真的好想他。魏巡最后看向了月亮，他在心里默默想：乔芝，你不在楚地，你究竟在哪？又是1年冬，魏兆业的腿几乎是好透了，竟抽空给我缝了一对护膝。针脚细密，我很是得用，只是实在无法想象他提剑杀敌的手拈起绣花针会是什么样。这日城里来了贵人，很多医者都被请去。我跪在人群中低下头，听说这京中来的贵人半路遇袭，随行带的郎中被一刀砍死。云纹锦面的皂靴踉跄着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我抬头，来人已至眼前，一张苍白瘦削的脸，竟是近许久未见的魏巡。四目相对，他欣喜若狂。
乔治，你怎会在这里？语罢又恍惚的喃喃，莫非是我在做梦？曾经我全心去爱的人，再次相见，心中却再掀不起半点波澜。他抬手要扶我，我却起身避开了他的手，往后退了2步，冷静又警惕地看他。魏巡瘦了太多，也憔悴了太多，额头上仍旧带着我送他的抹额。当初一针一线都是我认真缝的，如今布料边缘因搓洗而磨毛，即使洗得再干净，穿久了也难免泛起黄渍。就像我们之间的5年，他见我生疏的动作，竟莫名其妙红了眼眶。我找了你很久，却没想到你来了燕地。我沉默不语，他伸手抓住我的手臂，已然失了君子风度。你的腿伤可还好吗？燕地多雨雪，你定是吃了很多苦。来人，去取艾熏炉来。我很从容地回答他。魏公子，不必麻烦了。他一副被利刃刺穿的模样，脸色煞白，捂住心口。阿芝，你还在恨我？平心而论，我该恨他的。恨他妄下揣测，便将我定罪；恨他薄情，恨我一时错付的情爱；恨我在乔府苟且偷生的5年。但最恨的还是那年我向主母磕头换药，最终没能救下我娘的命。和魏巡退婚以来，我想了很多。我娘在死前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娘看错了人，蹉跎半生，唯一的骄傲便是有了你。她眼泪仿佛都要流干了。阿芝，你要找个真心待你的好夫婿，才能不受那些畜生欺辱。我不断地做梦，梦见自己行医救了无数人，兴高采烈奔向我娘，说她的病我有法子治好了。她的怀抱很温暖，但梦醒来唯有泪千行。如今再见魏巡，我彻底明白，爱的反义并不是恨，而是漠不关心，无足轻重。满屋的人不知何时被驱散干净。烛火噼啪一下，魏巡枯瘦得像条影子，声音轻微的颤。阿芝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和我回京城好吗？你烧掉婚书要和我退婚，我并没有答应，我的婚书还在。和我回去，我们重新履行婚约，我一定会对你好。他说到最后，痴狂地握住我的手。你给的所有东西我都好好留着，就像这个抹额，我日日都带在身边的。我想要挣开，极力控制着语气中的厌恶。魏公子，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。门就在此刻被人一脚踹开。魏兆业的脸冷得像块冰，眼睛锐利，透着熊熊怒火。夜风吹起他翩然跑脚，像只振翅的鹤。他悠悠地看着我们扯在一处的手，挤出艰涩的几个字：把我的阿芝还给我。魏巡皱眉，冷下了脸。你的阿芝？魏兆业大步闯了过来，一把将我拽在身后。魏巡还要说话，只见魏兆业袖中寒光一闪，直逼他的额头。那条我亲手缝的抹额被暗器一分2截，零落在地。功力高深，魏巡的额头连一丝伤痕都没有。魏小副将一脚踏上去，将那2截抹额踩在脚底。他朝魏巡得意地扬起眉头。不好意思，我失手了。魏巡气急，机遇偶泄，一双眼睛布满血丝。魏兆业，你放肆！你不过曾是魏府小小家奴，他曾是魏府家奴。我诧异地偏头看他，魏兆业握紧我的手腕，毫不在意地笑了。你也知道是曾经。铜台蜡烛的光被晃了一下。魏巡是名满京城的贵公子，向来温润如玉，此刻清瘦许多，双目猩红，看起来有些瘆人。我不想再起冲突，拉了魏兆业转身要走。魏巡拽住我的另一条胳膊，语气里溢出丝丝缕缕的乞求。阿芝，我心中唯有你才配是我妻子。我麻木地听着这句话，眼中的嘲讽愈发浓烈。他仍在纠缠不休。魏兆业不过家奴出身，纵使如今是个副将，如何抵得过世家门第？你不要被他所骗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他扯到肩膀的伤处，忍不住疼得嘶了一声，血一点点浸湿他半边袖子。我抿唇，颤声道：那也是我的事，你没有关心的必要。回去的路上，魏兆业为我撑着伞，我们都没有说话。临近家门，他却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阿芝，我并非有意瞒着你我的出身，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恰好的时机。
灯火将他的面容映得忽明忽暗，那双眼睛透着一丝脆弱，泛着一抹水色，竟像是怕被人抛弃的幼犬。伞大多偏在我这边，雪打湿了他半边肩。我抬手拂去他肩头落雪，平静问他：魏兆业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他面上难得出现了羞窘的薄红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不敢看我。我微笑，我好像记起来了。片刻后，我坐在魏兆业的书房等他。他担心我冷，急匆匆去找炭火。书架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纸被风吹落，我关了窗，俯身去捡，却哑然失笑。其中一张赫然是随手画的小人像，头戴玉冠，长袍皂靴，倒有几分魏巡的神采。脸上被人画了个活灵活现的大乌龟，空白处写满了伪君子叫你定亲，早晚看你倒霉，阴险无耻，衣冠禽兽等辱骂之词。字迹很丑，很潦草，看得出题字人的文墨水平相当差。底下写了落款，我仔细辨认模糊的墨痕，惊讶地发现这是7年前了，正是我和魏巡定亲的那段时间。说来也奇怪，他其余字写的丑陋，唯有名字写得漂亮，竟有些像我的字迹。魏兆业端着炭盆进来，见我在看那张纸，急忙伸手过来抢。我笑着问他：7年前我在马厩见到的那个人是你吧？那时魏巡很爱骑马，我偷偷去马厩看他新得来的马，想将亲手做的马鞍送他，不成想却撞见一个少年被一群人摁住，任凭旁人如何踹他的膝盖，他都不愿跪。想来魏兆业还是个卑贱的家奴，却生得比权贵家的公子还要好看，难免惹人嫉妒，遭受欺负。我当时看了不免生气，禁不住冷嘲了一句：人怎么能跪畜生呢？那些人知道我和魏巡定亲的身份，一哄而散。少年低垂着头，散乱的头发挡住眉眼。我问他的名字，他闭口不答。也许是起了同病相怜的心思，我便主动引他说话。我叫乔芝，我拿自己的名字换你的名字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他将头扭过去，许是觉得难为情，不让我看清脸。我蹲在地上，用树枝写他的名字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方才听他们喊你魏兆业，明明兆业可以代指麻雀的意思，你却怎么像个锯嘴的闷葫芦？那人挺直了背脊，用余光偷偷看地上的字。我向他凑得更近。兆业也可以是跑得最快的良驹，你不要害臊，出身不好又不是什么耻辱，只要你心中有志向，假以时日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说完对他灿然一笑，他愣在原地，目送我走远。早已遗忘的记忆被捡回，魏兆业的手僵在原地，我往后一转，猝不及防撞进了他怀里。他就是将我揽在怀里，不让我看见他的表情。温热的呼吸扑洒下来，有冰凉的眼泪流入脖颈。后来的我认识了很多很多字，但只有你写过的那个名字，我练得最好。我轻轻地嗯了一声，唇角微微扬起。那日之后，魏兆业忙于军营操练，魏巡倒是来过很多次，我不搭理他，很多时候他便远远站着，盯着我问诊的样子发呆。魏巡对着我苦笑：阿芝，先前那些误会我可以解释，往后我定会百般弥补。我摇了摇头：没关系，你不必解释，不重要了。他有些急了：你难道要在燕地待一辈子，永远不回京吗？我认真看着他：我会回去，但不是和你一起。我来燕地，从没有一刻放弃向乔离复仇。黑暗中蛰伏的恶犬，只有在敌人最放松警惕的时候才会露出獠牙。京城，我是一定要回的，只不过我要有足够的把握，将乔离打得溃不成军。先帝驾崩时，昭阳长公主辅佐幼帝登基，后自请去燕地守着边疆，双居多年，闭门谢客，从不见外人。我来燕地2年，都未曾见过他。不成想，临去京城前，他竟托魏兆业给我带了帖子。来的人不只有我，还有各府的女眷，其中有些姑娘见我来了，亲亲热热地凑过来招呼：阿芝姑娘，你腿脚不便，快来我这边坐下。好些日子没见，怎么瘦了许多？我明个去医馆给你帮忙。还有人挤眉弄眼朝我打趣：最近和魏小副将如何了？想到在京城时，我愧于乔府无人结交，
到宴席上必定是千嘲万讽，锋刀双剑。现下心里不由泛起淡淡的暖意。长公主迟迟未出现，女眷们四散开来去赏梅花。我寻了僻静处坐下，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孤零零站着，涨红了脸，似乎要哭出来。我觉得她站姿有些奇怪，仔细一看，身后的凳子上沾了血迹，心下顿时了然。于是起身过去，用绢帕将那血迹擦干净。她羞得眼泪簌簌落下来，细若蚊蝇道：“多谢乔姑娘，还是别碰那污秽之物了。”我温柔地劝导她：“月有盈亏，潮有朝夕，月是一月一行，与之相符。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也并不污秽，你不必为此羞耻。”她似是第一次听这种说法，瞪大了眼。我将暖炉递给她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个医女。许多女子都有身体不适的瘾症，或于癸水来时，或于成婚之后，得起病来，着实不好忍。”姑娘紧贴着我坐下来。可是为何我从未听说过这些？我拍了拍她的手背。世间医者多为男子，他们向旁人难以启齿，长年累月，也就病得更厉害些。若是通女科的医者再多些，天下女子也不至于如此受苦。我沿袭此道，就是为有朝一日将女科传承下去。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鬓发微白的长公主目光祥和地看向我，她微笑道：“小医女，你很不错。”我慌忙要跪下，却被身边的姑娘扶住。娘，我想要乔治姑娘替我看脉。长公主点了点头，让我近前来。我虽鲜少出门，也听闻燕地有个很好的小医女，没想到就是你退了魏家公子的婚呀。我这才注意到，魏巡就站在长公主身后，他的目光一直怔怔地停在我身上，许久都未回神。长公主察觉到了，不由得摇头叹息，拿手指戳了一下他额头：“你这个孩子啊，眼盲心瞎，竟也有把珍珠当榆木的时候。”魏巡自嘲地笑了下。长公主拉住我的手腕：“好孩子。”她对我扬起一个慈祥的笑容，温声问我：“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回京？”我讶异抬头，听见自己的心脏雀跃狂跳。从长公主府上出来已经很晚了，在燕地的2年，我一点没敢忘记乔府那些仇怨。话到嘴边，却不知如何跟魏兆业开口。今夜很冷，巷口却有人提着油灯在等我。魏兆业的睫毛上都凝出了霜。我和他并肩朝家走，沉吟片刻，终是告诉他，我要回京城办件事。他半晌沉默不语，将我的大氅松掉的绳结系紧。我偷去它，却撞进那双笑眼里。我也会随行保护长公主回京，早就猜到你会有回去的一天，所以提前求了恩准。我顿时悟了，扑过去打他。好啊，你瞒得真严。他顺势将我的拳头包裹在掌心。我不会阻止你做下的任何决定，有些事只有你自己亲手去做，才能解开心结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无论何时你回头，我都在你身后陪着你。所以你只管大胆去做。我将脸颊贴上他的胸膛，隔着衣裳，那里靠近心脏有一块疤，是他19岁那一战，孤军深入主帐，擒贼先擒王，被人一刀砍在胸膛上，险些没了命。2年前，他清扫了北狄在城内的细作，为救手下军汉令一条腿受伤。他是镇远将军的爱将，是燕地的守护者，现在也还是他。将我的手放到唇边，轻轻吻了2下。不必担心我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暮春时节，长公主的仪仗回到京城，我去看了娘的坟。过去2年，虽然花银子请人照看，终究还是不踏实。谁知竟看见乔府的人在我娘的坟上动土。主母柳氏和乔渊远远站在一旁，许久未见，他们竟一时没认出我，在旁边兀自说话。柳氏责怪地敲了敲乔渊的脑袋：“如此晦气的地方，你偏要跟过来。”乔渊吐了吐舌，一派天真的模样。爹这2年怨我迟迟拿不下魏公子的心，对我很是失望。既然那道士都说了，这贱人的坟怨气不散，会影响爹的官途，我自当是要出力的。说到这，他又得意地笑了。谁要这几年那小贱人处处压我一头，往年也不过是我脚底抢饭的狗，今日正好刨了他娘的坟，解我心头之恨。极大的愤怒让我几乎失去理智。
我从小就很少哭，因为哭会让我娘难过。长大后她不在，我更加没有眼泪了。哪怕被乔渊打得鼻青脸肿，我也是一声不吭，硬是将他咬出血来。此刻我浑身颤抖，脸上凉凉的，伸手一碰，竟是眼泪。我听见自己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几乎是无法忍耐地冲上前，狠狠扇了乔渊一巴掌。他倒在一滩烂泥里，歇斯底里的尖叫。我用了全力，狠狠将脚踏在他的脸上，把那张令人恶心的脸孔死死踩在坟前的烂泥里。娘，你看，他这样也算给你磕头了吧？柳氏惊慌失措地喊远处那些忙着的下人：“你们都死了不成？把他给我擒住！”我松开乔渊，朝那张保养得宜的脸又是一巴掌。他们多年自诩京中贵女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自是比不得我的力气。柳氏红肿着脸，被我扇倒在地，鬓发散了，满头珠翠落了一地。见我孤身一人前来，他勾起一个满不在乎却又恶意满满的笑：“你娘已经死了，活不过来了。”这女人我早已见识她的恶毒。那些手下纷纷上前要对我动粗，只是还未触碰到我，领头之人便被飞来的箭矢钉穿了手掌。那支箭是红尾羽，来自燕地，其余人还要上前，又被飞来的石子打得头破血流。他们倒在地上，哀嚎着喊：“谁？究竟是人是鬼？”柳氏面上的笑一点点消失。乔渊从泥地里挣扎着向我扑过来，被我掐住脖子，又扇回了泥里。魏兆业亲手教我的招式，果真是好用，纵使腿脚不便，也足够对付这对母女了。我看着柳氏惊恐的样子冷笑，俯身下去，在她耳边一字一句，模仿着她方才的语气，仔仔细细说清楚了：“你夫君和你女儿，还有你，都快死了。”柳氏母女头破血流地逃回乔府。今日这一出，在弄清楚我究竟是何来头前，乔丽定会静观其变，不敢再对我娘的坟做些什么了。风吹过，野草沙沙摇晃，我将那块墓碑抱在怀里，一点点摸过上面的字迹，浑然不觉手指被锋利的缺口划破。身后拥过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魏兆业将我揽在肩头：“阿芝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”眼泪顿时像疯长的潮水，沾湿了他的衣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松开他，身后有马嘶鸣，魏巡踉跄着翻下马来，袖子中的手竟在颤抖。他涩然地唤我：“我来迟了。”我平复了情绪，好好告诉他：“你知道为何我能治好魏兆业的腿，却治不好我自己吗？那年我因救你而伤，本该是能治好的，只是后来发了高热昏厥，柳氏将我锁在屋内，恨不得我立刻死掉，换他的女儿嫁给你。后来乔离担心我这张脸不能为他所用，还是让人请了郎中，耽搁这些天，终是害我落下了腿疾。可你仅凭别人一面之词，就妄加笃定说我用了不入流的手段。魏巡，你太傲慢了。”他呆呆地看着我，眼里竟似乎淌了眼泪。抱歉，阿芝，我欠你太多，只愿能用余生弥补。何况我们本该是夫妻。我伸手牵住魏兆业的手，在燕地时，为了治我这条伤腿，他攀上千年不化的雪山，几乎冻死在风雪中。被人找到的时候，胸口还揣着一株雪灵芝。可人生在世，哪有什么事事圆满？他豁出命去找的药，只能缓解，却根治不好我的腿疾。无数件细致入微的小事，将我空缺的心腔填满。魏兆业其人，心里做了10分，嘴上却只愿说3分。我握紧他温暖的掌心：“不必了，如今我已心有所属。”魏巡脸色白得吓人，捂住胸口倒退了2步，一时难以维持贵公子的风度，口不择言起来：“阿芝，你竟愿意跟着一个被魏府赶出去的家奴，也不愿和我在一起吗？”我冷了面孔，眼中起了厉色。2年前我就告诉过你，门第出身，我从来都不稀罕。魏兆业一直乖顺地任我牵着，并没有打断我和魏巡的对话，如今却也是忍不下去，清清冷冷地开口：“当日初见，为他撑伞的是你，打石子的却是我。你护不住他，那就由我来。他如今不再是从前养人鼻息的小家奴。”风卷起他鸦青色的袍角，他的眼睛冷冽如夜雪，竟是气势迫人的模样。
魏巡惨然地捂住心口，含恨道：“若不是我一时糊涂，你如何能乘虚而入？”魏兆业笑意讥讽：“魏公子，我是得多谢你，谢你的有眼无珠。”几日后，长公主的接风宴上，我和贵女们再次相见。与乔渊交好的贵女嬉笑道：“有些人2年不见，恐怕也是觉得自己丢人，不敢见人了。我要是他，恨不得一辈子不露面了。”乔渊戴了面纱的眉眼透出爽利的喜意。我岿然不动，如听耳旁风。见我不搭理，他们饶有兴致说起别的来。你们见过近日新来的魏小副将吗？当日长公主进京，帝王出城亲迎，百姓驻足远观，就看那领头的小副将银铠白袍，端的是气度无双。不过半日，众人纷纷打探起这小将军是何人。听到这话，贵女们纷纷眼含少女羞意，自然是那日见过，竟这般年轻英武，胜过京城无数男儿。年纪轻轻便是副将，真是了不得。他们叽叽喳喳议论起来。乔渊见状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好好坐着？眼下实在无趣，表姐替我们舞一曲助兴，好不好吗？我掀起眼皮，淡淡看着他。他娇呼一声，捂住自己的嘴。忘记表姐的腿跛了，不如替我们抚琴，如何？又是这样惯常的表演，他倒是从来演不腻。我站起身，一把拽下他遮丑的面纱，平静地朝他扯起唇角。不好！面纱下，他青紫的脸颊高高肿起，有些吓人。乔渊顿时落下了泪。表姐，我不过让你抚琴一曲，你怎如此欺人太甚？身旁的贵女立刻出言相帮，一同贬损我。一个威严的声音厉声打断了他们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本宫的贵客抚琴？”鬓发白了的朝阳长公主就站在身后，所有女眷纷纷跪了下去，大气不敢喘。长公主离京多年，但谁不知她那些光辉璀璨的往事？如此尖酸刻薄、玩弄心计之人，都是哪家的女眷？她亲手将我扶起来，蹙眉吩咐道：“方才那些人都带下去，好好学一学规矩。”搭腔的那些贵女纷纷脸色苍白，眼神像刀子刮在乔渊身上。乔渊吓得伏在地上，抖如筛糠。数年前，我还是宴席上被弃如敝屣的存在，可从今往后，全京城都知道我是长公主的贵客，无人再敢看轻我。7年前，更深雪重，我等不来一辆马车。如今宴席散尽，暮春的细雨里，有人倚在桥边为我撑过一把伞。阿芝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当日离京前，我也曾想过豁出一切。我若去衙门状告生父，须先滚过府衙的钉板，再下狱一巡。钉板一滚，我若侥幸得了半条命，乔离同朝为官，自然懂得如何运作，将我弄死在狱中。我要敲响的一直都是登闻鼓，只有这样，才将这一场抛妻弃女、贪图富贵的丑事闹大。律法有言，凡敲登闻鼓，须鞭笞50鞭笞。我调养了2年身子骨，倒也不惧。我要乔府覆灭，让他们淹死在天下人的唾沫里。乔离这辈子最爱名声，我敲响登闻鼓，如同一击重锤，砸在他的脸面上。只是鞭笞刚挨了2下，魏兆业便以未婚夫婿的身份冲了出来，要替我挨完剩下的。堂下，我平静地将一切全部讲出。说到动情处，无数平民百姓纷纷为我流泪。柳氏那日被我一下，已经病得2腮通红，神志不清的被人拖进官衙。乔离面色铁青，死死盯住我，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我平静地回望他，眼里丝毫没有惬意。我当然不做没有准备的事，人证物证俱全。乡野的村民为我作证，乔离入京前娶了我娘，生下了我。府上的小厮婢女为我作证，我入府后身份是乔府的表姑娘，时常被主母和乔渊虐待。乔离此时竟能面不改色的冷笑，都是一些卑贱之人的话，能算什么数？堂外赫然传来一声响。那我呢？魏巡倦怠地走进来。我和乔芝初见时，他冒着大雨被柳氏的女儿踩在脚下，饿得与狗争食。我看不过去，问了乔大人几句，他却说没用的女儿不如养一条有用的狗。我对魏巡的出现感到惊讶。
满堂哗然。我跪下去，将早在乔府就留好的证据奉上，里面有一封乔离勾结朝臣的信。他在给年过50的钟永侯的信件里写：乔之意是我的女儿，侯爷若是喜欢，我便将她一顶小轿抬入侯府，只愿侯爷多多提携。这封信的来历，还要多亏了魏兆业。乔离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，恍若失力般跌坐在堂下，当场呛出了一口血。他颤抖着手指向我，唇角溢出血丝来。逆女，早知如此，我定不会让你们母女活到今日。围观百姓纷纷大骂他狼心狗肺。长公主高坐堂前，一直到方才都未出一言。现下终是怒而起身，如此不堪之人，怎配为父为官？还敢堂前挑衅，来人，将他革职查办，杖打50收押狱中。我连忙叩首。还有一事，求殿下恩准。手中锋利的匕首划破了掌心，大片血迹顺着手掌蜿蜒，很快沾湿了我的袍角。臣拟今日歃血还父，望殿下允我和乔府断绝关系。魏兆业从人群中来，他后背满是被鞭笞的伤痕，跪在了我身边。臣和阿芝两心相许，他要还的血，我替他一并还了。长公主爽朗笑道：准了。我微笑着拜了下去，大声道：谢殿下恩准，从今往后，我便是沈家阿芝了。乔府被抄，柳氏还在病中，柳氏的娘家怕牵累自身，自然是坐视不管的。乔渊被柳家送到了庄子上，我当初寄人篱下体验过的那些脏事，都会一一回报在他身上。柳氏病得太重，草席裹身，在破庙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乔离被流放的那日，沿路的百姓纷纷朝他丢秽物，让他简单的死去，实在是便宜他。3000里流放路，他哪怕有命活着走到那里，等待他的也是无穷无尽的折磨。我想放肆的大笑，可眼泪却先一步夺眶而出。曾经我好讨厌去学艺术，明明一样的年纪，别的女孩子还在娘怀里撒娇，但那次我写错了药方，娘将我掌心打得流血。我气不过，离家跑到了京城，恰好撞见乔离搂着柳氏，俯身将一只精美的簪子戴在她头上。我隐在人群里，听着她用了10两银子买这簪子，博来美人一笑。可我娘呢？她只有一只陈旧的珠钗，平日怕摔坏，都拿金条挽着头发。这一幕刺痛了我的眼睛，我好讨厌，好讨厌我和娘啃着冷馒头，喝着白菜汤。那次之后，我再也不讨厌学医了。娘什么都不知道，只在夜里偷偷进我屋子里，将我蹬开的被子也好，把冰凉的药膏涂在我手心，吻着我的额头，一遍遍对我说对不起。她不知道我醒着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情愿她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闭着眼苦熬的那些日子，都会梦到我带着我娘骄傲的昂头走过长街，在别人羡慕的眼神里，为她买下最昂贵的首饰。可是她死了。后来我吃过很多山珍海味，但最怀念的还是当初我和娘头对头吃的同一碗白菜汤。我遥遥望着远处天际，身后的李官将官袍小心放在桌子上，紫檀做的桌木被阳光照得发亮。长公主任命我为女医官，教一些孤苦无依的女子医术。若是有官家女眷想学，自然也是欢迎的。越来越多的女子不再为饮鸩羞耻。长公主欣慰地祝愿我，将来有一天可将医馆开遍天下。魏巡自请离京去别处赴任，这一去不知何年才能回京。临行前，他敲响了医馆的门，想要再见我一面。我没有开门，隔着门扉和他道别。那日府衙，多谢你愿意帮我。魏巡的语气苦涩，带着压抑的呼吸，向我回忆着之前的5年过往。我闭上眼，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那些事我已然忘了，魏公子也忘了吧。门外的声音渐渐消失，在开门的时候，檐下静静挂着一本医书，是2年前被撕碎在大雪里的那本，被人仔仔细细烘干后一点点沾回，可上面的字迹终是晕开了，碎裂的痕迹也无法完好如初。飞叶是我娘的名字，沈福，而现在我是沈之了。春日的最后一场雨终于过去，我给娘重新修缮了坟。
魏兆业得圣上爱重，留在京城做了统领。他跪在坟前，在替娘烧纸。我望着碑上的名字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娘，你看到了吗？可以放心走了。一只春蝶扑扇着翅膀飞起，温柔地轻碰我面上的水痕，像是谁的手在轻柔擦去。蝴蝶纷飞着，又停在了魏兆业的指尖，像是轻轻抱了他一下。我不由和他相视而笑。叹息中居，石中火，梦中生。那年我爬了3000台阶，登上西郊佛寺，眼角的风铃在晚风中叮咛，此起彼落，敲扣着缘起缘灭。我在蒲团上跪下许愿：1愿母仇得报，2愿如意郎君千岁，3愿天下承平，和清海晏。忽有一缕风穿堂而过，额角发丝起伏，我不曾听见。塑像背后有人低语：他所求成真，便是我一桩心愿。问菩萨为何倒坐，叹众生不肯回头。只是恰好，所有的歧途都在把我们引向彼此之间。番外，沈之最近让魏兆业多学点文墨，省得在官场闹笑话。想到魏巡3岁便能作诗，是上京有名的才子，魏兆业心下难免不忿，于是憋着气在书房苦坐了一夜学作诗。次日沈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趴在桌案上睡着了，手下垫着一页纸，上面有首绝世好诗《咏寻》：寻寻寻，想拐我老婆，看我放个屁，呲他2里地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